我谈别人的爱情的时候呢，不太喜欢把它当战略。我觉得我都是希望能够抱着祝福的心啊，找一个伴侣，目标是变成幸福，而不是变成成功啊。这跟做生意是不一样的。人生归结到最后，最珍贵的只有一个事情，就是回忆。我跟潇潇有什么差别？我跟如今有什么差别？我跟花溪有什么差别？我们到最后差别就是我们人生累积的回忆而已。我们到闭幕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们拥有的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回忆。所以刚才新咖这边主张我们要选恋爱经验少的人，他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想掺杂在某一个人的一片回忆的大海之中，我们想要跟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回忆。我今天从来没有一次是抱着敌视的立场在看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心酸的，这句话说：如果你认识当初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么糟糕吗？那是因为我当初受过很多伤害。我对于恋爱经验多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会觉得怜悯，就是他怎么那么辛苦。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遇过一些恋爱经验多的人，他们常常让我觉得他们背后藏了一片满目苍夷的战场。我好像走过很多地雷炸出来的洞一样，在那当中想要栽培出一朵玫瑰花来。我不觉得那些回忆不珍贵，我只是不想要我的回忆掺杂在这么惨烈的回忆当中而已。我觉得能够遇到恋爱经验少又能够成为伴侣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哎，客人来了。哎，哇！男神黄健翔先生，这次姐姐来了吧，照顾点姐姐，弄点鲜肉也可以嘛。久仰大名，幸会。马东，你骗我，你骗我！你说的是鲜肉哎。没有跟女生吵过架吧？基本都输嘛。跟你夫人呢？那基本都投降嘛。那你今天有的苦头吃了。你看我们两个常在，所以对大家不好意思得罪我们。你比他们俩的位置还险恶，还险恶。穿得这么舒服就早死来，早死来。你现在不能走，你知道吗？因为这一期你不在就开天窗，是，所以现在连走都来不及了，走都来不及了。我掐住你管了，你个胖子！欢迎收看由有钱有势又有范儿的有范儿 APP 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国际康乐大品牌鼓励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有范儿 APP 提供。我是 KK 康康，我是 JJ 金星，我是 MM 马，我们是 KJ。这仨什么东西？这是一个闪亮的亚洲组合。KJ，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团长啊，金星团长，蔡康永老师。本人是本场主持人。好，就开始吧。这还有一位呢。这个哦，对啊，这是那个谁啊？好，开始了。这个我们本场男神黄健翔老师。哎，请来的什么鬼呀、这？说好的跟姐姐保证说一定要吃小鲜肉啊！我不碰鲜肉，你让我看一眼也好。这个月在北京的通告里，这已经是最鲜的了啊！我是应该很神经的样子，还是很神的样子呢？你不用，你穿成这身衣服了，神经的到哪儿去啊？你看我们穿成什么样？你看我们你穿这么一个丧偶的衣服，真的是。因为我听说这是一个严肃的节目啊，所以我就穿得很严肃的来了。上一次穿成这样的人，被我们认为是首都殡仪界的代表啊，来自首都殡仪界的3位代表。因为除了葬礼上，你看不见人穿这样的衣服，你知道？您生前是做什么工作的？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先生太太点点什么？坦白交代，你睡了多少我的师妹？
不是这个节目尺度这么大呢？什么叫尺度？回答问题，睡了我多少个师妹？就睡过一个你的师妹，然后现在在家当太太呢。就成老婆了是吧？对，好人呐，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好人呐。所以就建祥兄今天作为我们的一个男神，其实是整个奇葩说历史上第一位男神出现在我们这个现场。那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对吧？这边是我们第2季的7位新咖，他们只是10几位这个过关选手当中今天来挑战老咖的一些人，而这些老咖就老么咖赤眼，老咖这7位我们就不做介绍了。但是对于这7位，尤其是前面这3位新咖，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了解一下啊。按照我的原则，肯定是女士优先，对吧？我觉得也不是女士优先吧。按照我的原则是球是优先。你说的今天特别贴切，因为大家看一看我们优先的这位女士，她说的对，球是优先。来，吴女士，请您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珍珍。我之前上过《非诚勿扰》，而且我很幸运的在上面找到了我的老公。那我刚刚生完孩子20天，我很幸运的到这里来坐月子。我觉得生孩子的女性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做完媳妇做孕妇，做完孕妇做产妇，做完产妇就变成了悲催的家庭主妇，最后把自己搞成了怨妇。我们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让自己变成贵妇。谢谢大家。她是为了奇葩说提前把孩子生了。哎，这下还能提前呢？你这样张真自己说。也没有提前很久，就是我其实为了提前啦。对，提前了2周，38周足月的时候生。因为我为了这个小孩，我第1季的时候老师有联系过我，我当时正好怀孕了，为了这小孩我在家里躺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这一次我又想来参加，我联系编导，他跟我说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算了一下，37周最后1天，我想说这样子小孩也没有危险，所以那天我就去操场上走了1宿。终于小孩顺产下来，而且小孩也没有风险，我也没有风险。所以你的孩子属于出狗型的。操场走一圈，孩子就会生下来啊？走1宿。谁教你的招数啊？百度。真的非常有效果，可以顺产。你的孩子起名要不带奇葩这俩字儿，我跟你讲，我们都觉得对不起孩子。对，我很感谢你们。感谢嘛，都感谢嘛。你这节目连生孩子的人都感谢啊！见完编导以后就怀孕了，真的效果好好。我觉得大家想生孩子都来见一见。编导赶快站出来！哎，见完你就怀孕了。编导是谁？传当初见他的编导。女编导。来，那边那位帅哥胡天宇来介绍介绍自己。大家好，我叫胡天宇。那我跟艾丽其实是撞型的，我们都是暖男。他是公认绿茶婊，你撞吗？暖男有很多种，比如说小太阳型的，那可能比较像艾丽。那我是辣椒水级别的暖男，那也是一种暖嘛。你注意艾丽注意多久了？其实也没有太久了，大概就1季的时间。行了，在那个征真介绍完他的身世之后，你的身世我们一点兴趣都没有。也确实没有什么身世。来，我们介绍第3位新咖啊，来大兵。好，我是来自东北沈阳的大兵，我是一名主持人，特别高兴能够来到《奇葩说》这个节目。听说参加《奇葩说》的都是精神病，我也是精神病之一，但是我希望我早日康复，谢谢各位。千万别康复啊，康复就淘汰了。你穿的这是个球迷的衣服吗？我感觉我穿的像个球鞋的衣服。建祥的节目里老出现这样的人哈，凭什么我节目里老出现这样的人？不是，难道我这样的人很丢脸吗？出现在你的节目里？我节目里主要老出现球。你说谁呢，建祥老师啊？好了，我们这个马上就要开始比赛了。开始比赛之前，我们毕竟还是要把广告念一念，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要隆重感谢一下冠名赞助《奇葩说》的有钱有势、有房有车、有吃有喝、有儿有女，都不如有范儿的超级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还要感谢国际抗恶大品牌
古力多燕麦牛奶。感谢啊，这个赞助商对我们的这个大力支持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辩论环节，让我们看看今天的第一题。恋爱经验这东西因人而异，有的人重质不重量，有的人觉得量变能带来质变，有的人认为爱情是试出来的，恋爱经验越多，试错越多，越知道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更何况找个经验多的，够体贴，识大体，关怀无微不至，姿势变化万千，春风十里也不如你。用户体验棒棒的，不像经验少的一张白纸不解风情，头疼脑热大姨妈只会让你喝热水。谁受得了啊？就算是 TFBOYS 这种小鲜肉，也只会右手一个慢动作，感觉还是单调太乏味。但有人认为感情这种事还是应该宁缺毋滥，恋爱经验不能太复杂，还是身家清白、天真单纯比较值得珍惜，也不麻烦。陈老师经验多吧？相处还要担心照片不小心流出，变成10万个女主角中的一个，没有安全感，感觉怕怕的。总之，经验少的会不爽，经验多的会担心。如果让你选伴侣，经验多的还是少的？哎，这是一个问题。斌哥，你心机很重，你今天穿花枝招展的，镜头都给你抢走了。哎妈呀，镜头抢走哪是我呀？那是你！你胸前那2对大灯，谁瞅我呀？都瞅你了。没有，我们的颜值担当其实是胡天宇了。我们走内涵路线，好吧？好吧。对，今天主要聊这个恋爱经验多与少的问题。经验少的好呀。我经验也特别少，真的。我们是选恋爱经验多的这边是吧？我们先要说清楚，是恋爱经验多，恋爱经验少啊。这个对你很重要，很重要啊！这个东西，我和如今就是标准的白莲花组合，白莲花女孩和白莲花男孩。你是怎么混进白莲花这个行列的？老子是经验多，不是恋爱经验多。潇潇真的是一个白莲花，内心小，真的非常内心少女的不行。对，她内心少女的不，真的。其实我觉得感情问题我特别擅长。你看我非诚勿扰占了半年，见了200多个男人。咱们今天嘉宾和非诚勿扰男嘉宾不太一样，他们不一定喜欢女人。说好的纯爱 couple 呢？他们2个要走纯爱，荧幕无性 couple。哎，你们2个走纯爱真是太可怕了，你知道吗？首先你不纯，其次他不爱你。如果让你找伴侣，注意啊，我们说好了是找伴侣，不是只找一个什么临时朋友，找伴侣要找临时朋友。你真会说话呀！伴侣是要找恋爱经验多的，还是找恋爱经验少的呢？红键支持正方，找多的；蓝键支持反方，找少的，请按键。第一阶段，新奇葩入选大逃杀，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进入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本阶段共6场大战，每场3老 V 3新，新奇葩获胜则3人中晋级1名，败北则淘汰1名。观众用啪啪钮为选手投票，红正蓝反，胜负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3、2、1。旗鼓相当吧，差不多，旗鼓相当啊。这个难了。对，我们这个老咖和新咖是按照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了老咖在正方，新咖在反方，对吗？也就是你们选择的是说找少的，找恋爱经验少的。老炮们认为要找恋爱经验多的，是吧？你说老炮都说老炮了，我们还能选啥？好，你们既然老炮们是这么选的，我们让2位老炮来选一下。我绝对是选的正方，经验多的。我希望有一个男人，他都明白了呀，不用在你身上重新寻找世界的乐趣。对，拿我来做试验品，来找新的经验去，完了，对，不行的，他已经有经验了，我就得到他那个经验，我享受他的经验就可以了。好，康永老师说完了，那个你就是你就要选择经验少的啊。这个我本来就在他的对面嘛。对对对，所以金星选了正方，我就选反方了。到您了，这里有我事儿。打酱油的也可以说话。就是按您的实际婚姻状况来说，您愿意找一个经验多的还是经验少的？我一会儿再问
您现在的婚姻状况到底是经验多还是经验少啊？啊，不能问，不，这多少咱得定个量。你说是，我跟你讲啊，5次以下，5到10次，按个人心里自己的感受，去分辨多和少。我得选一个是吗？那我就选择真心话啊，真心话。对，你不需要有立场，真心话，真心话。少的，原因呢？太多了，这玩意儿谁受得了啊？你找到了吗？找到什么？找到少的了吗？找到少的了。好，那我就再问，多少次算少的？对呀。这个雕，哥们儿就是拿来害。听我说，肯定在5到10次之间，这算少的。对，恋爱呀。你怎么那么惨啊？你准备找一个谈多少次恋爱的？我是主持人，我不参与这种讨论。建翔选择的是少的，其实也就是跟康永哥是一对。对了，然后金姐是多的，那谁先说？多的先说，少的先说。少的先说。少的先说，我先说。啊，来，嫂子先说。来了，嫂子先说。嫂子先说。大哥呢？少的先说，少的先说。我认为啊，谈恋爱找伴侣肯定是要找恋爱经验少的。如果你找着一个恋爱经验多的，那就说明把你人生的主动权主动放到人家的手里。那很多人说大兵啊，你不能这么说话呀，那怎么搞个对象就是干仗啊？非得分个你死我活呀，鱼死网破，一争高下呀，并不是这样。我觉着两口子过日子，最起码得有一个你来我往，相互对上夹，我们才很开心、很快乐嘛。那反过来说，什么是恋爱经验？恋爱经验，我觉着肯定不是一个基本的技能，它能让一个男人阅尽无数女人之后啊，变得非常的刚强，非常的狡猾，也能让一个女人变得假戏真做，滴水不漏。换句话说，你刚说完上半句，人家都知道你第10句要说啥。你带人家去看场电影，人家之前都看了6遍了。啊！电影演到最关键、最激烈的时候，你还得假装没看过。你说：“哎呦我的天哪，妈呀，他就是凶手啊！”所以说，我们这恋爱找伴侣要找的是什么呀？我们要找的是情投意合的，能够相濡以沫的一起过日子。你的伴侣之前有那么多的人搞过那么多的对象，你敢跟人家相濡以沫吗？啊，婚前的事儿咱就不唠，咱聊聊婚后的事儿啊。结婚之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旧情复燃了，指不定什么时候恋人又触地反弹了，指不定又什么时候晚上微信咔咔又响个不停了啊。所以说，我是这么想的啊，这个时候你要是找一个私家侦探的时候，人家得收你5倍的价钱，人家得这么说：“哎呀，我哥呀，不好意思，你这人太多了，我没办法锁定目标啊。”所以说，你的人生主动权还在你的手里吗？啊，人家那是人生的赢家，你充其量你就陪人过家家呢。哎，我不否认说，恋爱经验多的人，他肯定就是不专一，不是，他也肯定是有他专一的一面，他很爱他，但是他能抛弃之前的所有前任的这些记忆吗？你比如说，你跟现在的情侣，你们2个人坐在一块儿，在家里边想回复一下之前的青葱岁月，看看照片啊，你的伴侣把电脑打开以后 ，A、B、C、D、E 盘的硬盘里的东西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隐藏文件夹啊。你删除一个，崩出来一个；删除一个，崩出来一个。我跟你说，点击出来之后，不是艳照就是视频啥的啊。就算他看着一个你跟一个异性俩人握手的照片，他心里都会合计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最狠的是什么？最狠的是你们2个人去买结婚戒指，选完了之后准备要付钱的时候，服务员悄悄地告诉你，给你打8折啊！请注意，不是给全场所有的人哦，只是给你打8折。你心里不合计合计咋回事啊？来过好几回了。对呀，所以说嘛，啊，最后总结一句话就是：如果说你找一个段位比你强的，恋爱经验比你多的，那么就是你被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还不能数错，谢谢。反方现在已经涨到63票了，但是你好像有个问题啊，你要的不是少的，你要的是没有的。对，
对，我个人是喜欢，确实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一张白纸一样。你的处女情节还那么严重呢？哎，不能说呀，不能说呀，不让说呀。这能说，这能这是奇说，葩说，能说吗？这啥都可以说。太是了，哦，真的。就是包括我的妻子也是处女，确实是这样。现在还是吗？你也对这感兴趣？是。问问，随口问问。好吧，好吧，来，我们正方哪位先来？我先来吧。花喜，如果爱情是一次航海的话，一个经验多的人是一个老船长，而一个经验少的人是一个新手。爱情这场航海当中，有很多我们看似表面平静的地方，有很多不知名的漩涡，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暗礁。但是老船长因为经验多，他知道他在掌握这个舵的时候，什么时候该抓，什么时候该放。那就先来看看什么时候该抓好了。如果你的女朋友今天一天没有怎么给你发信息，而你也没有主动找她，然后晚上你突然问她，你说：“哎，今天怎么了？没有找我？”她说：“没事。”经验少的人这个时候回一句：“哦，那洗洗睡吧。”这个时候女生是不是都懂了？你们知道问题出现了。如果你回了洗洗睡，那你真的就洗洗睡了。但经验多的人这个时候会开始想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并且会去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错误，哪怕是及时冲到这个女生家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经验多的人去维护自己感情的方式。那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时候该放。自己有男朋友的女生啊，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男朋友突然有一天整个人精神状态不太对了，大家千万不要多想。男生的智商真没那么高，可能只是早晨DOTA连跪了13局而已。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男朋友有什么事藏着掖着不告诉你们，也千万不要说亲爱的你怎么了，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今天心情到底怎么样，我是真的很爱你的，你告诉我呀，你要跟我分享你的心情。先把唾沫擦擦吧。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去逼你的男朋友跟你分享，那你男朋友就想跟你分了。什么问题一笑而过，什么问题追根到底，这是恋爱经验多的人才能掌握的尺度。爱情不是像你说的一样，为了图个省心，不想跟你斗，而是图个长远。有了这个长远，就是一个老舵手走得越来越远的原因。说完了，谢谢。好的，棒棒的，是吗？抬举我了。巴西刚才讲的这一串话当中呢，出发点很有趣。你说女生一讲到说我没事。你觉得好的情人是要追问说到底发生什么状况？你先反省这个错是自己犯的还是女生犯？如果是自己犯的就认，如果是女生犯的，也要把它揽到自己身上，然后去认。哦，对，宠爱着女生。花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康永哥就在这第一轮里面对你有点手下留情。他是那边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哎呦，好像还有一种呵护。正反方一辩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都挺强的，都很强啊。来吧，反方，哎呀。我先给你鼓掌，我先给你鼓掌。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上节目的来宾还在坐月子中的耶，也不会有第二位了。我刚才听到花溪说了，你认为说好像恋爱经验少的人就好像是恋爱小白痴，是不是？一定是小宅男、小处男，什么都不懂，也不懂得哄女生，对吗？恋爱经验少的人也未必是这样哦。像我这样的女生，我阅人无数，看男人看得可透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几斤几两。但是为什么我恋爱经验这么少呢？因为我不轻易出手，我是一个特别慎重的人，所以我对感情特别在乎。这就是挑西瓜理论。比如说，这是一个西瓜，像花溪这样的男生。你离他远点，你离他远点啊！他帮我一伸奶，是不是？对。像花溪这样的男生，他看到这个西瓜，他不知道这西瓜熟没熟，他就一定要买回去，剖开来一看，白的，哎，扔掉，不要了。我再买一个，一直买到我满意的为止，对不对？像我这样的女人，我只要敲一敲，我就知道这西瓜熟没熟。我只要说把这个西瓜看2眼，我就觉得。不给力，哎，这个西瓜可以，所以我就找这个。可是他阅人无数，经验又少，经验他是说他见识广，可是经验少。恋爱经验多，并不等于你社会阅历广，是不是？恋爱经验多，只能证明一件事。你谈了100个人，100个人都没有跟你在一起，证明什么？你情商超低，或者是你是要出来的玩咖，哎。你这样的人怎么适合做伴侣呢，亲爱的花溪？亲爱的，爱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不能从社会经验里来。对，爱
情的经验只能从爱情里来，所以你光看男人没有用，你得用男人。那我想问你，我谈恋爱的经验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当恋爱大师出恋爱宝典吗？当然不是，我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个爱我的人，是不是？好，谢谢郑真。我要补充一下郑真的这个背景，她是立志要找到自己的幸福的另一半，就是她现在的老公，所以她4年的时间一直出没于各种相亲节目。所以就是恋爱经验不能从社会上来，但也可以不从恋人身上来，可以从相亲节目里面来。你只要能够站到那儿4年不灭灯，弄不好就会很有经验，是这样吧？好，如晶你请。我的经验嘛，就是社会经验来的。香蕉就是他的社会啊，黑社会。社会经验嘛，我的社会经验是哪里来的？就跟我挑餐馆的经验一样的。你们各位想一想啊，如果一个餐馆是很多人进去吃的，是不是你也会去排队去吃？一个没有人吃过的餐馆，你是有多饿，你才想会进去吃那家餐馆？所以，如果按吴妈妈讲的，我们要靠社会经验，我觉得还是挑经验多的。如果我不看挑餐馆，我不是顾客，现在我是厨师，这样厨师喜欢找什么样的顾客？如果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外面吃过牛排的人，他吃了你的牛排，说你的牛排真大。哎，如晶，牛排一般不用多大来形容，因为没吃过。你的社会经验到底是从哪儿学的？牛排很大。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可以吗？他说你的牛排很好吃，这个赞美值得你开心吗？他从头到尾只吃过你一家的牛排，可能他品尝下一家就马上发现你不好吃了。但是如果他是一个美食家，他吃遍东南北，出过国回来，说你的牛排才是我吃过里面最好吃的。这个评价是最值得你开心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真的美食家嘛。所以凡事我们找一些没有吃过的、没有经验的，只有一个原因罢了，我们不相信自己，没有自信。而我们也确定，这老奇葩们都是有自信的人，我们是有料的，不怕货比货，只怕不识货。这都什么货呀？你是摁了哪儿的电门，把他们都电起来了？有问题吗？我说的没有，棒棒的，棒棒的。你继续吃你的大牛排。啊！所以我其实要讲完了，就是有料的人不用怕，尽量找经验的人品鉴一下你们自己。谢谢。饭馆的这个比方啊，第一层面上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谁会一辈子天天老吃一个饭馆的一道菜呢？他试过后觉得你真好吃的时候，那你也不会天天吃这同一道菜，而且在试的过程当中，他有可能发现有比你更好吃。你现在天天不吃同一道菜吗？对呀。对方辩友，不要把多和少夸张成有和没。我们说的是多和少，不是说的有和没。理想状态是几菜几汤呢？对方一遍二遍都在把多和少对立成有和没。我们并没有排斥有经验，但我们排斥的是经验太多。像你这样天天在外边吃菜的要当心啊，所以长成这个样子，知道吧？我最近都是外卖。两风格的人。胡天宇，好，胡天宇，你看看你的目前的状况啊，27。我看不见啊，我没眼看。因为如今刚刚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广泛积累的人，他来说你好，
等于是他带着最准确的意见来评判你这个人是真的好。可是要搞清楚一件事，我谈恋爱不是出来卖产品，我不需要大众的口碑，我只需要他眼里面我够好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我是在经验少的人眼里面好，还是经验多的人眼里面好，只要他觉得我好，他就是真的好，懂了吗 ？OK， 第二个点。餐馆是难吃的那些去的人多，还是好吃的人去的人多？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的生活，会发现其实真的是难吃的多。我们想一想，麦当劳、肯德基、兰州拉面、桂林米粉，开的大江南北到处都是，哪一个好吃？真正好吃的米其林3星，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吃过？懂了吗？这个世界上越是好的东西，越少人得到，什么意思？这叫奇货可居嘛！我干嘛要让你们所有人都尝到我？老娘做坏身价不是？这个很奇怪啊！老娘不，是因为我接下来要举的例子是林志玲 ，OK？因为我想说的是，林志玲她的恋爱经历可能比这个场上的任何一个女生来的都要少。只是她站在这边一发嗲，在场哪个男生不想上来抱抱她？所以懂了吗？餐馆其实最少人吃的是什么？不是那些特别难吃，那些早就倒闭掉了，是那些其实特别好吃，但是我偏偏不让你吃到的那一些嘛。OK， 那接下来就理一下我们这方的论点。我们今天要破除大家的一个想法，就是花心那个想法，恋爱经验多的人相处起来会比较轻松。不对，我们要搞清楚恋爱经验多是什么意思。都是20、30岁的人，对不对？我们俩活的寿命差不多，我谈了1、2个女朋友，你谈了10几、20个女朋友，说明什么？我交一个女朋友的时候，你已经交了10个女朋友了。恋爱经验越多，代表你每一段恋爱时间越短。换言之，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他其实和伴侣的相处经验是越少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6个月的时间，谢谢，6个月的时间换了12个男朋友，长的2月，最短的才2天。这样的他能有什么相处经验？他是会照顾你吗？他会哄你吗？你们俩还没好好相处就已经分手了呀？你还想说，等我女朋友来大姨妈的时候，我好好照顾她，让她感受一下我的温柔体贴。大姨妈还没来，女生先走了。你们以为恋爱谈得多就会锻炼到相处的技巧，其实没有。你充其量锻炼的是什么？是勾搭的技巧、约会的技巧，甚至是约的技巧。到最后，你们以为你们学会了体贴的知识，其实只是学会了体味的知识而已。OK， 所以我们会发现，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个共性，叫什么？他们很容易跟你相爱，但是你就会发现你很难跟他相处。因为恋爱谈得多，无非就2种情况嘛。第一，他不停地甩别人，哇，这人有够口味刁钻，居然谁都满足不了他。而且看到没有，这个人一定是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因为他不愿意跟任何一个人磨合，他习惯了不好就换，简称拔无情。那第2种情况呢 ？OK。那第2种情况就好了解的多，就是别人不停地甩他嘛。那这个也超容易理解，就肯定是他是个烂货，所以大家才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嘛。所以我们要总结的就是，恋爱经验多的人，他往往外表光鲜亮丽，让你很想接近他，很想跟他在一起。可是在一起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世界上有种人叫什么？叫金玉其外，但是败絮其中。相处过了你就知道痛。谢谢大家。吴天宇，逻辑严谨啊，也有金句，拔无情。干嘛？你要拔相助吗？拔刀相助吗？拔刀相助。你比我离开老东家离开的晚，但是你变得更快。对，更彻底，更彻底。他那点小论断啊，行，站起来，来。对。你要放出如此猛兽来，那当然了。首先呢，我要纠正一下对面3位极其错误的价值观。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竟然会在奇葩说上纠正别人的价值观。我也不相信。首先，我们的第1位朋友告诉我们，如果你跟一个恋爱多的人去谈恋爱，我的妈呀，他看了6遍，还可以跟你演说什么？哎呀，什么鬼，什么大 boss 什么？亲爱的。这样恋爱经验多的人都能被你发现，看来你恋爱经验也不少啊，朋友。第2个朋友，先去拍了拍他的头，说：“我看他一眼我就知道他是不是恋爱经验多的，你是仙女耳啊。”然后呢，他又拿起了这个男生的手，亲爱的，一般看一个男生的手呢，看的不是他的恋爱能力，看的是别的能力。OK。
再说我们第3位朋友，他说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喜欢我呀，我只要找到我的真爱就可以了呀。你以为你命这么好的？找第1个人就是你的真爱，你要不停的去试好吗？试完之后不好意思，变成你们口中那种经验多，你口中的烂货。然后你又说什么林志玲是恋爱经验最少的，她一发嗲谁受得了？那是林志玲耶。如果让马薇薇起来发个嗲，我受不了，我想吐。最后呢，总结一下他们3位传递的一个非常错误的价值观，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世俗眼中所谓的禽兽或者烂货，你是不配去爱的。那就告诉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我老公打我，我不能离婚，我离婚我就成经验多的了，对吧？我男朋友劈腿，我不能离婚，我不能分手，不好意思，我分了手我就变成经验多的了。那如果我们在感情生活当中遇到挫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赖着呗。你不能分手的，你成经验多的你就成烂货了。我是迫不得已的。你这哭是出于羞耻啊。没有错，甜甜接的非常好。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分手，是迫不得已的。任何一个禽兽都曾经遍体鳞伤。说完经验多的人的好处，我们再来说说经验少的人的坏处。经验少的人怎么了？玻璃心，你不敢跟他分手，分手成本太高，一哭2闹3上吊。如果是一个经验少的人，比如说，哎，亲爱的，我很难得要拿你举一次例呀。假设有一个禽兽跟我的宝贝分手了，按照如今的性格，我们假设啊，当然你一次就会遇到真爱的，宝贝。为什么他就一次碰到真爱？不是因为他是宝贝啊。是。好，我们所有人都会帮他把关嘛。啊。好，那永远找不到人。我这个关太难找了。对，如果像如今这样的一个女孩被人欺负了，这个坎儿她是不那么容易过去的。在社会新闻里，听清楚是社会新闻，很多人为了失恋、自杀、跳楼、泼男友硫酸，这些绝对是恋爱经验少的。恋爱经验多的人，你分了18次手，你还来这一套，你怎么没进去呢？所以，一个好的恋爱对象，应该是在恋爱的时候活儿好，在分手的时候不粘人。谢谢。好，这个是6个人里面最后一个发言，基本上扳回到初始状态。不过潇潇啊，这个恋爱的时候被分手表现得不好的人，恐怕我认为跟个性比较有关系，不一定跟经验有关系。像如今这么豁达开朗的人，他就算被人家甩了，我觉得他吃一顿也就过去了。所以，我想让那个后排的陈明帮助你们反方来总结一下你们的观点，好不好？其实这个题目最重要的是前面2个字，大家都忽略，叫伴侣。到潇潇那儿已经讲的都是谈恋爱了。他说谈恋爱的时候怎么样，分手的时候要不粘人，找个伴侣的时候还要考虑人家分手技能，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其实这2个核心分歧在这儿。想找一个谈恋爱经验多的人，归根到底是爱自己胜过爱伴侣。你看他们那边要么说的话，哎呦，人家什么都会，这是一个偷懒的心态。简单点说，就是他什么都会，所以他对我好，我轻松，我方便。归根到底是我要好。而刚才包括金星老师，包括花西有说，那是一座高山，那是无数人去过的餐厅，那是一个证明自己价值的地方。换句话说，我征服了那样一个对象，说明我牛叉。归根到底，落点在我。要么我爽，我偷懒，我舒服，你什么都会，你对我好，姿势也全；要么我牛叉，你看这样的高山都被我踩在脚下，看起来是在挑伴侣，归根到底是在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的爱情和这样的理念，说实话走不了长久。但是如果你选择一个恋爱经验少的人，是希望你们2个人共同开创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和生活。如果你想要一个狂风暴雨的海面，想要证明自己水手的牛叉，想要证明自己能征服所有的风浪，想让最后所有的东西都能从天上掉下来，而不是自己栽培出来的，那就选一个经验多的，也挺好。最后你自己可以活得也挺快乐，有点自私。
但如果想要一段自己双手亲自去创造的人生，种出自己的果实，开创自己的幸福，选一个经验少的。谢谢大家。好。一顿饭吃完了，来这么一碗鸡汤，真的是补啊！如晶，其实总的来说，不管这个经验是从次数累积回来的，还是从时间的长短累积回来的，就好像对方今天告诉我们的，他总是认为你经验一多，你的爱情就会贬值；你经验一多，你就是某部分出了问题，只是多这个次数就出了问题了。老师还来个鸡汤给我们，说我们这里都是有自豪感的人，想要从征服经验多的人身上获得自豪感。可是我们说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爱情不要因为有经验而次数贬值而已。不管你经验多还是经验少，我们不怕你次数变多，不怕你时间变长。你说的是什么？也不怕你岁数变大。对，哪怕他是在夸大。对。你好好的做结论，你抽他一刀干嘛呀？我自己都乱了，讲太多。讲到牛排，该讲牛排了。不是，薇薇姐姐。你也太方便了吧！这个好，无缝切换，好。OK， 陈明说啊，我们之所以愿意找经验多的人，是因为我们自私，希望这个人服务我们，因为他经验多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经验多，无论次数还是时间，有可能不是因为他人坏，有可能不是因为他有缺陷，有可能只是因为他命不好。有些人在爱情上是比较惨的，没有办法，你总会在有一些方面特别黑，所以我们会去爱这些经验多的人。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我心疼你？你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苦，能不能让我来补给你？所以找经验多，不等于找一个为我服务的人呢，陈明。这是第一点。带哭腔。第二点，因为是这样的，当鸡汤遇上鸡汤，这个时候汤都没了，2只鸡漏了。第二点，你说你想找一个经验少的人，是因为你想呵护他，你想保护他，显得你们好像很无私。不是，你爱的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会呵护什么？你会保护什么？你会保护你们家的小狗狗、小猫猫、小孩孩，你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成人来尊重，对不对？你在养花养草啊，可是他是一个人，你要跟他相处，你要跟他沟通，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来进行养成。对，所以不要把你们这些养成狂魔当成鸡汤党，也不要把我们这些愿意真正去体会人生的人当成色情狂。谢谢。一句话，找伴侣这个事儿是这样，是过一辈子的事儿。我们养成的不是那个人，是那份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感情和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思达，我觉得我们说话好像气氛有点危险了，是这样。说话可能更危险的。也好有范儿啊。我们曾经误以为经验多的人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带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内，他原来培养出的技巧可以应用在我身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与他对路，与我不合位，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技巧与经验无关。那么就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今天双方应该考虑的问题：经验多的人和经验少的人心态不一样。我们要了解这2种人的心态。经验多的人，他什么心态？比如说甜甜姐，经验十分的多，他内心现在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苦，对不对？他苦，所以当你去爱他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天使降临在自己的生命之中，去努力的爱我，对不对，甜甜姐？太累了。好，如果我们经验少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心态？可能是如今看到你这么爱他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也许会说，世界这么大，我还想去看看。
对。所以奉劝对方的几个人，找经验少的人，你很有可能成为他下一个经验。谢谢。好，来，邦妮。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如果一个恋爱经验多的人，他的心里很苦，那你是要给他多少甜才能填满他那个苦啊？你才能挽回他那个心态，那颗受伤的心啊？但如果我恋爱经验少，我就傻白甜啊！你给我一点甜蜜，我觉得好甜啊！你给我点阳光，我觉得灿烂啊！恋爱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最珍贵的那个过程，不是享受那个结果，而是我跟你一起去磨合的那个很珍贵的过程。因为爱最重要的不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老，是我们俩一起慢慢变好。哦，这个在一起的过程，这个艰难的过程是最珍贵的。邦妮很厉害，但是有一个逻辑漏洞，他心里有那么多苦，你得用多少甜去填满它？不用，他心里的苦越多，一丝甜就能填满。对，马老师，要心里多苦的人才说出这个体会来啊！在我们全场观众投票之前，让我们来听一听双方导师总结陈词。谁先说？你决定。金姐先说吧。好，我先说，引用一下那个陈明那句话，关于自私这个词。我觉得，在我找到伴侣之前，我对爱情的要求一定是自私的，因为爱情这个话题不是共有的，不是一个公社。然后，当我找到那个人的时候，我该无限的付出。爱情的经验一定是，它是通过经验来积累出来的。比如说伴侣的耐心，包容，将来在一起生活的分寸、把握。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目前来讲，学校不会教你的，爸妈说的也很少，只有靠你自己的经验积累，去得到你想找到的那个人和你所需要的生活。所以我觉得，当我碰到一个有经验的人的时候，他告诉了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在分享他的经验的时候，我也在成熟。我这辈子没有崇拜过一个人，我只崇拜我先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男人一有胆量，二他有品味。他各国女人转完了以后落到我身上了以后，我觉得哎呦，这个男人有品味呀、他太有胆量了。生活是有味道的，而并不是白纸当然好了。但你如果是给我一张白纸去选择，给我一本书手里拿着，拿纸和拿书的分量能一样吗？好，谢谢知青老师。蔡团长，我谈别人的爱情的时候呢，不太喜欢把它当战略。我觉得我都是希望能够抱着祝福的心啊。找一个伴侣，目标是变成幸福，而不是变成成功啊！这跟做生意是不一样的。人生归结到最后，最珍贵的只有一个事情，就是回忆。我跟潇潇有什么差别？我跟如今有什么差别？我跟花溪有什么差别？我们到最后差别就是我们人生累积的回忆而已。我们到闭幕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我们拥有的最珍贵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回忆。所以刚才新咖这边主张我们要选恋爱经验少的人，他们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想掺杂在某一个人的一片回忆的大海之中，我们想要跟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回忆。我今天从来没有一次是抱着敌视的立场在看恋爱经验多的人。有一句话让我觉得很心酸的，这句话说：如果你认识当初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么糟糕吗？那是因为我当初受过很多伤害。我对于恋爱经验多的人，有的时候真的像你们所说的，会觉得怜悯，就是他怎么那么辛苦。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我遇过一些恋爱经验多的人，他们常常让我觉得，他们背后藏了一片满目苍夷的战场。我好像走过很多地雷炸出来的洞一样，在那当中想要栽培出一朵玫瑰花来。我不觉得那些回忆不珍贵，我只是不想要我的回忆掺杂在这么惨烈的回忆当中而已。我觉得能够遇到恋爱经验少又能够成为伴侣的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您当初选择的是？又来了，不是，我现在怎么不能问问题了吗？真的是这样。我觉得
在听大家讨论这个恋爱经验多少的时候，我想起这么一个我的领域里的事情。通常我们说一个优秀的大牌的球员，他一定得累积一定的比赛经验，他不会是菜鸟第1年啊头10场比赛就非常的优秀，他一定累积了100场、几百场、上千场，打过若干届的大赛，见过多少大战阵，他才成为顶级的球星。这是积累的什么经验？它是一个专项技能经验。我特别同意康永兄说的，恋爱不是一种技能。如果我们把恋爱当成一种技能，找伴侣当成一种技能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床上的技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样是错误的。其实最终，肉体的欢愉只是短暂的、初期的，到最后2个人如果真的成为伴侣的话，更多的是如何相处，生活当中的很多的技巧，如何面对他的脾气，如何协调他和我2个人各自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2个人在工作社会当中的角色，与我们2个人这个2人世界的关系。其实这种不是你需要恋爱很多次才能够获得的经验，这个跟踢球是不一样的。踢球真的是越有经验的人可能是越好，但是也有很多踢了一辈子也踢不出来的啊，就改解说了呗。好了，我们刚好现在50对50啊，全场观众凭良心，跟你个人的生活经历一点关系都没有。说一说我们今天新咖和老咖哪方表现更精彩？红键是老咖，蓝键是新咖，请投票。在观众投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直有人在问我们说：“哎呀，这个奇葩说有这么多人，有的是逗，有的会聊天儿，怎么样才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呢？”哎，这么多人生经验，我们就给你一点建议。首先，你要喝一种咖啡，这种咖啡叫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当然，如果你心中郁闷无法消除，你要开着狂拽炫酷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出去转一转。这个小字已经可以用在广告语里当中了吗？东风标致308S 说可以用，那我们就给他用了。哎，这个场上全都是豆啊，一吃变豆，自己跳碗里的 巧克力豆。好，我们来看一看结果啊。现在是正方39票，反方61票，所以反方胜出。你还得假装没看过，你说，哎呦我的天哪妈呀，他就是凶手啊！恋爱经验多，并不等于你社会阅历广。到最后，你们以为你们学会了体贴的知识，其实只是学会了体味的知识而已。本场比赛新奇葩胜，新奇葩一方将会晋级1名选手，晋级选手将由2位团长、神位嘉宾以及老奇葩阵营4方各投1票共同决定。反方胜出呢，那么就没有人淘汰。3位当中，我们请7位老咖啊公推1个人，本场表现最好。3位导师推举1位过关的。我们3个人都选吗？对，每个人都写在题板上，先不要亮出来。在他们3个当中选1个是吗？对，谁表现最好，这个人直接过关，另外2个进入待定。如晶，你代表陪审团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吗？好，那请如晶先告诉我们，为什么你选择的是这个人？哦，因为他的今天的表现很好。来，我们看一看您选择的谁？不，您先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个人，先不公布。其实呢，3个人表现都很好，但是因为有前面的铺垫，他把前面的所有的双方2回合的铺垫呢接的都比较合理，有逻辑，这个点也非常到位，也不是以煽情取胜，娓娓道来，所以我觉得可能我比较喜欢这风格吧。蔡老师为什么选择这个人？今天新奇葩的表现让我惊喜。我觉得面对老奇葩的这个猛烈炮火，他们很镇定。而且我认为3轮辩手的1、2、3次发言应该要有层层铺垫。第3个人说话的时候，如果能够依然有新意，然后能够有一种总结的意味，却不会重复到前面的论点，我认为这是一次好的表现。我3个人的表现都喜欢，然后一定要让我选一个，我就选了这一位，来代表我对他们3位今天表现的嘉奖。
这就是康永老师的说话之道。观点清晰，有理有节，而且把狠话说得很温柔，把重话说得很漂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度的问题。是的我觉得辩论并不是用血腥腥的、血淋淋的大巴掌扇过去，这个不是辩论的宗旨。是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一点，看完以后觉得，哎，他还有点那个范儿。这个范儿让我选啊。有范儿。好，来我们看一看4位最终的选择。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好，来我们看一看4位最终的选择。吴天宇，谢谢。吴天宇最终晋级，另外2位进入待定。谢谢各位在今天现场的表现，也非常感谢有钱有势有房有车，真的不如有一身范儿的时尚超级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天翔是我和小松特别好的哥们儿，算是让金姐吐了。也还好，反正是个肉，是个腊肉。我觉得奇葩一定要会说话的人，有观点的人。黄建行有他自己的隐性特点，所以我觉得对的。虽然我调侃他说不是鲜肉，但金姐真不是看鲜肉的，鲜肉和腊肉，那我是拿抓腊肉的人。